我那时候和男朋友已经交往6年了，可是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在默默付出。我很想结婚，可是他却一直都没有跟我求婚。没想到2个月之后，他就向我求婚了，我还轻轻松松就瘦下了10公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改写潜意识的方法哦。这也是大家敲碗很久的主题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如果我们要实现愿望的话，我们可以感恩啊、想象啊、写未来日记啊，有各种的方法可以显化。但是如果深层的潜意识还是没有改变的话，其实那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。所以在实现愿望的路上，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潜意识，感觉不对的地方就要把它改掉哦。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改写潜意识的方法，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。这本书叫做《你所梦想的事都能一一实现》。只要是书名有这种愿望成真啊、实现梦想的，我就忍不住会买，所以这本我也把它买下来了。这里面教的改写潜意识的方法，我觉得你一定没听过哦。但如果听过的话，那也不能怎么样啦。我今天会讲一下作者的故事，改写潜意识的方法，它的原理，还有几个成功案例。作者说啊，有一个方法可以非常快速的实现愿望哦。这个实现梦想的方法就是打磨灵魂，这是从日本翻译来的打磨灵魂。我自己也是开始打磨灵魂之后，人生就出现了很大的转变。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哦，而且公司才创立3个月而已，就受到知名的财经报纸报道，我的公司的销售额瞬间就暴涨了40倍，从此我的事业一帆风顺，而且我还遇到了梦想中的真命天子。我在生日当天的时候，被像王子般的他惊喜的求婚。但是其实以前的我都没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身上。以前看到别人长得漂亮啊，我很嫉妒又很失落，人际关系也很不好，感情也跌跌撞撞，我那时候的人生简直就糟透了。于是我就尝试了吸引力法则，虽然说小事情都会成真，但是却没有为我带来梦想中的现实。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实现比较大的愿望呢？为什么有别人用吸引力法则就可以，但是我却没办法呢？我发现了我一直忽略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潜意识。实现愿望靠的是潜意识，只要改变潜意识，现实就会跟着改变，愿望也会跟着实现。后来我也确定，实现梦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磨灵魂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专心努力的打磨自己的灵魂，我的人生就大大的改变了。我现在有成功的事业，不再需要为钱烦恼，也有疼爱我的另一半。只要打磨灵魂，愿望就会像魔法一样接二连三的实现哦。到底什么是打磨灵魂呢？打磨灵魂的方法就是呢，在每天结束的时候，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心情不好的，就像是写手账一样，你把那些事情写下来你今天的心情，然后你要冷静的分析现实，从中获得学习，再来就是决定接下来的行动了。那我直接来示范一次他怎么打磨灵魂哦。例如说，我今天遇到小美，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。现在她都已经结婚也有小孩了，她叫我也要赶快结婚，可是我听了就觉得很烦。她可能只是想分享她的幸福吧，但是听起来我就觉得她是在炫耀。回到家之后，我想到自己嫉妒的心情就觉得好烦哦，我也好想赶快结婚哦。第一遍就是把自己发生的事情写下来，把心情也写下来，就算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写，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来打磨灵魂哦。再来我们要一句一句分析你的日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今天遇到小美，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现在她都已经结婚也有小孩了。会这么在意她已经结婚生子，或许就代表我对着结婚还抱有很大的执着吧。她要我也赶快结婚，听了就觉得很烦。不觉得烦是因为我也想结婚啊，也许我是因为自己一直觉得结婚就等于女人的幸福吧。为什么会觉得结婚就是女人的幸福呢？我或许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并不幸福，才会羡慕别人有幸福的人生吧。她可能只是想分享她的幸福，可是听起来就觉得是在炫耀。如果我也已经结婚的话，我就不会觉得她在炫耀了啊。可能是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跟身边的人做比较的关系吧。或许就是因为小美是我身边的人，所以我才会一直跟她比较吧。回到家之后，想到自己嫉妒的心情，就觉得很烦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嫉妒的心情很烦呢？或许就是觉得嫉妒是不好的吧。其实嫉妒好像也没什么不好，
它会帮助我看到我想要的是什么啊。我也好想赶快结婚哦。回过头来思考今天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把自己陷入了困境，一心只想追求结婚，但是却忽略了眼前那些对我好的男生。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看待这些男生吧，所以才遇不到真心对待我的人。如果我想遇见真心对待我的人，我也应该用真心去好好的了解他们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想要认真看待男人的心意。他决定接下来行动就是他因为觉得自己的人生过得并不精彩，所以会羡慕别人的人生嘛，所以他决定让自己更精彩一点，他就想要报名一些厨艺课程啊。再来他想要好好认真看待眼前那些对他好的男性，所以他可以去买几本书来研究一下两性关系，还有男性的心理学，让自己也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。这就是他决定好的具体行动，这样子就不会一直陷在负面的情绪都出不去，而且灵魂获得学习之后，他就会 level up 了。打磨灵魂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你遇到的每一件坏事情，都是为了让你的灵魂可以进到下一关所准备的。如果你一直推开那件坏事情的话，你的灵魂就没有办法进阶了，那坏事情就会一直发生，直到你可以去面对那件坏事情，学到你该学的东西。这时候你的灵魂学习了，它就会进阶到下一关，那你就不会再遇到那一件坏事情了。不知不觉中，你的现实就会改变，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哦。自己在分析的过程，没有什么是对与错的，只要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。打磨的过程不要去问别人的意见，因为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哦。透过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，就能够了解自己的潜意识，持续思考探索，直到没有疑问为止。那我讲一下我自己打磨灵魂的一些经验。书里面是写说，你在发生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啊，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打磨灵魂。如果每天都是很开心的话，其实不太需要打磨灵魂，因为代表你过得很好。所以我有时候心情比较低落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有卡关的时候，我就会小小的打磨灵魂一下。我喜欢用自言自语的方法来打磨灵魂，例如就是一直问自己说，为什么会这样想？为什么会那样想？有的时候自己的行为是被潜意识驱动着，所以自己都不是很了解自己，所以就会一直问自己说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其实是可以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。最近这一次打磨灵魂是因为我心情有一点不好，但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想了很久，我才发现我给自己太多时间做影片了。本来是想说，如果有很多时间做影片的话，我就可以做出更多影片啊。但是给自己太多时间做影片，反而就会有拖延症的问题，一直拖，反而比较没效率。而且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太多，我觉得自己又变胖了，所以心情有点不好。这次打磨的结果，我就决定一个礼拜要上2次 K-pop 跳舞课，原本只有上1次的，现在要追加到2次，然后减少自己做影片的时间，这样子效率可能就会更好。运动的时间变多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减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这次打磨的结果。书中也有一些建议，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变成吸金体质哦。他说只要开始打磨灵魂之后，就算不追求财富，也会得到财神的眷顾哦。但是要先冒昧的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是真的想要钱吗？钱如果你不用它，它就是一张纸而已。所以你真的是想要钱这个东西吗？还是你是因为想要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梦想，所以才会想要钱呢？想要变得更漂亮，所以需要有钱去买衣服或是保养吗？想要搭计程车就可以轻松的移动，不用自己开车？想要拥有一个漂亮安全的家？你之所以会想要钱，其实都是因为背后有着想要实现的梦想吧。所以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钱，而是自己的梦想。但是当你越渴望金钱，你的潜意识就会告诉自己，我没有钱，就是很匮乏，自然而然就不会吸引来财富。所以你的重点不应该是钱，而是你的梦想。要用你的梦想为焦点去打磨灵魂，这么一来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于金钱的本身。在打磨灵魂的过程中，那些钱自然而然就来找你。作者他也辅导了很多学生去打磨灵魂，那些学生都有很棒的成果哦。第一个20多岁的补教老师他说，以前的我一直很没有自信，跟爸妈的关系也不好，而且也没什么朋友，感情也走得跌跌撞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遇见了作者水纪华小姐，我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开始尝试打磨灵魂。一开始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打磨灵魂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。
但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变得不一样了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我才打磨了差不多1个星期，我就和父母的关系变好了，也开始受到学生的欢迎，朋友跟同事也开始邀我一起聚餐。现在假日我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啊！我还轻轻松松就瘦下了10公斤。瘦下来之后，原本的单眼皮也变成双眼皮了，都不用去整形了，因为眼皮的脂肪变比较薄，就会变双眼皮了，真的太厉害。第2个学生是30多岁的家庭主妇，她说，我那时候和男朋友已经交往6年了，可是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在默默付出。我很想结婚，可是他却一直都没有跟我求婚。为了改变这段关系，我决定开始打磨灵魂，而且为了改变潜意识，我会不断的回头面对内在的自我，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自己的想法跟行为都有了转变，而且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也变得不一样了。他突然言行举止对我非常的温柔，没想到2个月之后，他就向我求婚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现在他可是让我很得意的老公呢。再来这个是20多岁的学生，他说，从打磨灵魂到现在已经过了8个月，我的人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转变，包含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我常常被朋友请客，我想要的东西都能够得到手，我和关系不好的爸妈重修旧好了，我的异位性皮肤炎还变好了。原本我觉得自己非常不可爱，现在竟然有人说我很可爱，还想跟我交往，开始变得受欢迎了。我觉得打磨灵魂跟其他的显化法都不冲突哦，你不用想说做这个就不能做其他了，没有，一切都是看你需要什么而已。如果你在显化路上有些卡关的地方啊，有一些梦想就是显化不了的话，建议可以打磨一下灵魂，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的潜意识。那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，书的连结都在下方，可以去看看哦。我之前还有介绍一本书叫做潜富，从潜意识里面变成真正的有钱人，影片在这里可以去看看哦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